师傅谦虚地说，我是天纵奇才，我直接从废灵根秒变神品灵根。师妹调侃说我是用剑高手，我却突然感觉自己连伸出根手指都有强劲剑气，而这一切只因我有个神奇的特质，只要别人吹捧我，那么其吹捧的那件事情就会成真。18年前我穿越玄幻世界，被我师父在山脚下捡到并抚养长大，可由于门派已经30年没出过有灵根的弟子，明天就会被上宗派人来将门派解散。我那仅有的5个师兄弟害怕被牵连，也已经借口家中有事提前辞别师父，并在院内搜刮一番，没找到值钱物品后骂骂咧咧下山去了。只剩下无处可去的我，陪着年迈的师父一起唏嘘感叹门派荣光不再。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哪怕门派明天就要被解散，我依然起身朝着中场走去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想最后再去敲敲那些我敲了17年的钟。中场内每隔1丈远就放着一个巴掌大的铁钟，这可是上宗所赐之物，只有身怀灵根的天骄弟子才能将其敲碎。放眼望去，前排那80口被敲碎的铁钟，正是我们门派昔日辉煌的见证。可我整整敲了17年，面前的这个铁钟却依然毫无裂痕，完好无损。我只能一边吐槽一边不停地敲钟。而就在钟被敲响的时候，师父李长生看着我的背影，不断叹气：以你天资聪颖又肯吃苦的性格，若是身怀灵根，绝对能一飞冲天，势不可挡。只是可惜。眼神暗淡的他颓唐地转身想要离开，可也就在他话音刚落，正敲钟的我突然觉得体内一阵温热，丹田位置忽然像是多了一团什么东西，这是我10多年来从没体会过的感觉。一想到那个不太可能的可能，我兴奋地扬起手中木锤，再次敲在铁钟上。随着一声浩荡的钟声响起，我那已经转过身的师傅突然听见，就在钟声落下的瞬间，似乎夹杂着一道微弱的裂纹声传来。随着我激动不已地继续敲钟，那口出现了裂纹的铁钟最终被敲成满地碎片。整整18年，我终于还是觉醒了灵根。比我更加兴奋的是，我师父李长生已经跑到我身边的他浑身颤抖，就好像他自己的孩子考上了顶尖学府一般。如果不是门派条件实在有限，他真的想大摆筵席，将这喜讯昭告天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门派上宗青云宗的2位执事便踏云而来，他们的目的正是前来解散门派。此时我才得知，我师父李长生竟然是上宗青云宗的护法。上宗念及他在此奉献了80余年，特许他戴罪立功，回到青云宗修行。可我看到我师父那怎么也压不住的嘴角，就知道他要装一波。李长生并未立刻答应执事的命令，而是表示门内尚有一位弟子身怀灵根，希望执事能将我一起带回青云宗修行。2位执事这才看到了他这眉清目秀的小弟子，其中一位立即将手按在我肩头探查。等确认了我确实拥有灵根后，二话不说，挥手卷起我们腾空而起。我们4人足足在云雾中飞行了5个小时，这才抵达了此次的目的地青云宗。看着眼前云雾缭绕的山峰，我不禁脱口而出：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我这一开口，就让2位执事无比震惊，加上听我师父说这2句诗是我5岁所作，他俩激动地提议我入宗后拜在文曲阁，将来说不定还能成为儒家圣人。随后他俩将我带去了一座小峰，这里是尚未入宗弟子的聚集处，大家都在等着参加明天的入宗宴灵大会。在告诉我之后的事情会有专人进行安排后，2位执事便带着我师父李长生一同离开。等我刚送别师父，就听到身后有人问我：你是不是新来的弟子？我转身就看到了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，她说自己叫苏巧儿，是这里看守者的女儿。在得知我也是明天参加宴灵大会的一员后，苏巧儿自告奋勇，表示要带我去安排住处。聊天中我才了解到，凡是聚集到这里等待明天宴灵的弟子，全都有着灵根。宴灵大会只是为了分出弟子的层级，而灵根从凡品到极品分为7级，对应着不同的颜色，也预示着弟子受到的重视程度。在苏巧儿帮我找好了一间干净住处后，我又厚着脸皮请她带我到处转转，说是想熟悉宗门的环境。也就在我们到处转悠时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吵杂声，有3个锦衣公子傲气十足从我们面前走过。苏巧儿告诉我，这3人都是皇朝的皇子，被皇室耗尽心血提升灵根，传言他们中甚至出现了天品灵根。我不禁羡慕这3人投了好胎。苏巧儿看出了我情绪的不对劲，赶忙安慰说：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说不定你还是气运之子，身怀极品灵根呢。就在他话音刚落，我突然感觉丹田部位又传来了一阵熟悉的温热，不过这种温热感觉稍纵即逝，搞得我都怀疑会不会是自己产生了错觉。之前苏巧儿吹捧我能觉醒极品灵根时，我就感觉丹田处似乎出现了异常。回来后，我直接闭眼盘腿，想看看能不能查看自己丹田发生了什么。结果当然一无所获，还没开始正式修炼，就算我身怀灵根，也和凡人没啥不同。第2天一大早，宗门广场上就传来了召集弟子的钟声。我在去参加宴灵大会的途中，又遇到了唯一的老熟人苏巧。我俩刚到广场就看到了震撼的一幕，倒也不是中央那1丈来高的宴灵水晶，而是昨天遇到的那3位皇子，他们竟然沐浴着金光从天而降，这表示他们在拜入宗门以前就开始了修炼。我不禁感叹，投胎果然是个技术活。也就在此时，人群再次惊呼了起来，居然又有人从天而降，这是邪兰皇朝的新一代圣女林清雪。她的出场方式与前面3位皇子非常相似，不同的是林清雪自带一股生人勿近的冰冷。据传言，她极有可能身怀地品灵根，甚至更高。随着宴灵大会的开始，众多测试的弟子中大多是凡品和上品灵根，而那3位拉风的皇子，其中司马勋和欧阳少爷为青色地品灵根，当场被1位阁主和1位殿主收为亲传弟子。另外那位大秦太子秦昊天，由于借助了皇朝气运的加持，他本来的地品灵根成功升级为紫色天品灵根，就连青云宗宗主都连连赞叹，此子未来可期。接下来圣女林清雪的测试更令人震撼，她没有借助皇朝气运，
而是直接测出了身怀紫色天品灵根，与宗主及众人的狂喜轰动不同。同为天品灵根的秦昊天脸色微变，司马军和欧阳少爷两人更是难掩失落。原本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顶尖，没想到居然接连出现了2位天品灵根的天骄。而当执事老者叫到林墨痕的时候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向了那燕灵水晶。我倒不是在意灵根是高阶还是低阶，我无语的是为什么要把我排在这4个妖孽之后。看着鸦雀无声并用古怪眼神盯着我的人群，我那伸出去的手掌就像摸到了仙人掌一般。当手掌最终按在水晶上时，上面亮起了代表凡品灵根的暗沉灰色。围观者纷纷摇头感叹，这就是凡人与天骄之间的差距。不远处的苏巧儿也紧握双拳，面露遗憾。可仅仅片刻后，水晶的颜色竟然快速变化，从灰色依次闪过白黄，停在橙色上。短短几个呼吸，我的灵根品质便突破至灵体。人群开始发出惊呼，都羡慕我竟然能成为宗门核心弟子。就在执事老者准备宣布我的测试结果时，我手下的水晶颜色又开始发生变化，先是从橙色变为了青色，这让台下观看的2位皇子眼皮直跳。可当水晶上的青色完全被紫色吞没时，整个燕灵广场终于还是沸腾，居然又是一个身怀天品灵根的天骄横空出世。这下就连桀骜不驯的秦昊天都浑身颤抖了起来。要知道他可是耗费了皇朝气宇才堪堪觉醒了这天品灵根，我这毫无背景之人居然如此轻松就达到。然而众人终究都太肤浅了，我手底下的紫色水晶中竟然开始诞生出一抹妖艳的红光。此刻整个世界都沸腾了，偌大的燕灵广场居然开始颤抖，地面上那些碎石也在不断跳动。只有极品灵根出世才会引起环境异动，就连宗主也变得大气都不敢喘。3声洪亮的钟声也在此时传了过来，那是宗门最高丰盛的祖钟，祖钟3响就代表着宗门有极品灵根降世。就在燕灵水晶彻底变为红色之时，人群在一片死寂后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惊呼，包括一直清冷淡然的林清雪在内，所有人脸色巨变，浑身颤抖地盯着我。青云宗宗主低声喃喃：“咱们青云宗要出麒麟儿。”可下一刻情况突变，红色水晶直接引发了周围灵气的震动。在场已经修行的弟子突然感觉身被撕扯，自己体内的灵气差点就要被抽干。宗主最先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立即飞身而出，凌空结印施法，凝结出镜中虚影，罩住了水晶周边已经失控的灵气，这才被稳定。看着大家都在兴奋地狂喊极品灵根，看着长老们眼神炙热说这千年难遇，看着脸色难看的3位皇子以及睫毛颤抖握紧了拳头的林清雪，其实我心里也在狂喜。穿越过来18年，我终于是混成了这个世界的天骄。远处的苏巧儿也是满脸兴奋和得意，这个结果居然和他昨天猜的一模一样。没过多久，江南江北2位执事终于带着我师父赶来，看到是自己的弟子觉醒了极品灵根，李长生在错愕了一瞬后立即狂笑了起来，他一边笑一边拍着我肩膀：“为师早就知道你天资聪颖，莫说区极品灵根，就算是觉醒了传说中的神品灵根，为师也丝毫不会感觉奇怪。”他这故意放大的音量让在场之人无不感到汗颜。我倒是已经习惯了师父这爱吹牛的毛病，不过随着师父话音落下，我突然感觉自己丹田猛地发生了暴动，就如有烈火肆意焚烧一般。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手底下按着的红色水晶中竟然开始有着点点的金色浮现。正在凌空操控晶中的宗主突然面色大变，他立即传音整个青云宗众人，让他们立即开始全体结出赴日阵。随即宗门各处山峰涌出一道道踏着流光的人，伴着结阵之声响起，一个由云雾构成的大阵缓缓形成，迅速将整个青云宗包裹了起来。下一秒，燕灵水晶突然绽放出金色光芒，众人开始了新一轮的眼皮狂跳，因为他们记起了那个流传万年的神话，觉醒了金色神品灵根者便是9州天命之子。就在燕灵水晶爆发出耀日般刺眼金光时，宗门最高丰盛的祖钟再次接连震响，我手掌下燕灵水晶瞬间布满裂纹，随即咔嚓一声炸得粉碎。眼看金色涟漪带着祥瑞气息就要扩散开来，宗主急忙下令让众人加固赴日阵。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金色光芒根本不给他准备的时间，一束龙形金光最终还是冲破大阵，下一秒便冲上云霄，把千里山河染成金黄。这一响立即惊动了9州大地无数的大能，数名强者转眼就朝青云宗方向赶过来，想要第一时间寻到这身怀神品灵根的天命之子。而在青云宗最高峰上，第75代掌门的雕像也开始震动。万年前就已5岁虚空的太师祖竟然神念现，他只是随便挥了挥手，就催动了更强的青云赴日阵，卷出云雾龙卷，瞬间吞没了金色祥光。异象如此快被平息，令那些还在赶来的强者直接失去了方向。太师祖这才负手看向宗主，叮嘱他务必好生培养我这个天命之子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才散去这一道神念。我看着面前已经碎成一地的水晶，正想吐槽几句，豁然抬头却发现，不管是宗主还是长老，就连那3位皇子，甚至是林清雪以及所有弟子，都在直勾勾盯着我。我缩了缩脖子后，莫名感觉心里有些发慌。师父李长生第一个站了出来，乐呵呵表示不愧是自己的好徒儿，神品灵根为他争了莫大一口气。我看着眼前这老头，感觉无比古怪，刚刚好像就是他说我觉醒神品灵根也不足为奇，我果然就觉醒了神品灵根。还有那天在敲钟场，他好像也在嘟囔着什么。难不成这老头的嘴是开光了？由于燕灵水晶碎裂，燕灵大会就此结束，其他弟子跟着各位执事前往了对应山峰。整个广场上只剩下我和3位皇子以及林清雪。按照宗门规定，地品以上灵根就能成为峰主亲传弟子。大银峰峰主司马然收了与自己同宗的司马勋，红叶峰峰主叶青则收了皇子欧阳少爷，秦昊天被缥缈峰峰主赵乾拿下，少银峰画眉峰主则收了清冷的林清雪。其余30多位峰主眼神炙热，都想收我这个神品灵根的天命之子为徒。宗主李玄基抢先表示要收我，却被已经收徒的叶青打断。另外赵乾和司马然也纷纷争抢，说我和他的修
修行方向更适合。其他32位封主也围了上来，抢着收我为徒。玉秀峰封主说要和我称兄道弟，林峰封主许诺资源任我挑选，甚至有女封主直接扔给我灵品上等的青蟒剑。其他封主一看哪还坐得住，有人送出能挡造化境攻击的百战龙鳞甲，甚至有送太真玉镯及混沌无双玉等地品宝物。其他弟子们看得眼睛都红了，这些封主的亲传弟子更是欲哭无泪。宗主李玄基见场面就要失控，喊着要拿出天品阵风之宝送礼。随后他结印施法，宗门最高峰开始剧烈震动，土石崩裂，似有重宝要破土而出，这才吓得其他封主们赶紧认输，劝他住手。我看着即将出世的重宝被收回，心里满是失望。李玄基这家伙老奸巨猾，竟然空着手让我拜他为师。我看着手里收到的一堆地品法宝，只能含泪答应，并当场行了拜师礼。散场后，宗主赦免了我师父李长生的罪，念在他养育我有功的份上，还赏了他护法腰牌和100年的俸禄。转头还不忘叮嘱其他封主，不准外传我觉醒神品灵根的事。最后他卷起我飞向最高峰，留下一群亏了宝物没收到徒弟的封主，表情苦涩，一脸无奈的唉声叹气。宗主李玄基卷着我飞往最高峰，路上给我介绍宗门各种情况。就在路过花峰时，我闻到了花香里混着一缕特殊气息，便随口吟出别有忧愁暗恨生7个字。宗主夸赞我不愧是天命之子，居然悟出了花峰封主的心事。达到宗门最高峰后，我总算看到了山巅悬挂着的紫金色祖钟，光芒环绕，让其看起来无比刺眼。宗主说这是太师祖留下的圣物，原本就有着预知符或感应天骄的能力，但此前最多也就自鸣3声。可我这个特例偏偏让祖宗不知道响了多少声。就在青云大殿中，宗主满脸严肃，让我向天道立誓，哪怕日后我成就了道统，也要护青云宗周全。我毫不犹豫行礼应是，瞬间感觉眉心似乎有天意坠入，我明白这就是天意绑定的印。随后宗主双指点在我内心，将天品中等的紫气东来经传入我脑海，这就是青云宗的正宗心法，由紫薇圣人的紫薇无上典残篇改编而来。我按心法闭目感应灵气，原本还是一片黑暗的识海，片刻后就开始出现光点，密密麻麻就如点亮了黑幕。很快丹田也与灵气建立了连接，不过几十个呼吸后，我周身就形成了巨大灵气漩涡，狂暴地抽取着周围的灵气灌入体内。毫无疑问，我已经轻松完成引气入体，可接下来感应紫气时，我却犯了难，试了半天也没试出个所以然。就在我毫无头绪发愁时，忽然全念头通达，感应到了紫气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宗主李玄基此刻正紧张又期盼地盯着我。他见我第一次就能迎来如此磅礴的灵气，又想起此前燕灵广场上祥云遍布3000里的场景，于是暗自嘀咕：我这身怀神品灵根的天骄，想要感应到紫气，应该也是轻而易举，水到渠成。随后最高峰的天际降下的紫衣瀑布，将云层都染成紫色。青云宗弟子纷纷抬头观望，36位封主也飞身而来，目瞪口呆的他们已经震撼到无以复加。要知道，这可是紫气东来经突破渡劫2难的征兆，但这却是最高峰下众人所见。我明明感觉牵引来了海量的紫气，睁眼却没在大殿里看到任何东西，甚至疑惑地问师傅有没有看到紫气在哪。宗主也以为我是没感应到紫气，还安慰我第一次感应失败很是正常，当年他第一次感应可花了1天1夜，就这也才感应到了细微的一缕紫气。与此同时，眼看最高峰被紫色阴影所笼罩，3000里紫气如银河般倾泻了下来。青云宗全宗弟子都被惊动，36位封主以为14家宗主要渡劫，纷纷带着神兵赶来，还大呼小叫让弟子们结阵相助。宗主立即感觉到了外面36股灵力汹涌波动，还以为是各封封主想要聚众造反。等他飞出大殿准备询问时，才看到那漫天的云海紫气，瞬间他就反应了过来，我居然引得紫气东来3000里，天命之子又怎么会平平无奇？原来是他眼界太窄。不过转身后他开始狂喜大笑，青云宗还真是捡到了大宝贝。宗主们在得知这是我刚拜入宗门且不到2个时辰就完成的成果，全都呼哧倒抽冷气。随着紫气渐渐散去，他们这才尴尬收兵离开。由于大殿有着阵法守护，我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，也就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何事。宗主回到大殿后，神秘地表示我不用下菜，感应紫气这活我已经成功了。随后宗主让我去山腰的麒麟殿安顿，他则要赶去修葺那破碎的燕灵水晶。我打开师傅送给自己的储物袋，将各位封主送的宝贝全倒了出来，各自把玩清点一番后，才美美的睡去。第二天一大早要去听长老讲道，其他弟子和天骄都在呼哧赶路，我却悠哉坐在某位师叔送的法宝上飞驰，还抽空关心了下几位天骄，为什么宗门都不给他们发代步法器。就在洪峰主讲道过程中，司马勋和欧阳少爷由于早就听过这些基础知识，因此显得心不在焉，左顾右盼，被号称一视同仁的洪峰主好一顿训斥，并罚他2面壁3日不得进食。就算是宗门天骄到了他这里，都得夹起尾巴做人。不巧的是，由于早上起得太早，我竟然在老洪讲道途中打起了呼噜。其他弟子一脸看好戏的表情，我这才刚踏入修炼的凡体和司马勋他俩可完全没办法比。要是我也被老洪罚面壁3日，估计就得饿死。只见满脸严肃的洪天象屈指微弹，一床蚕丝被凭空落到我同桌身边，帮他盖上吧，别让他着凉了。整个世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起来。好一个一视同仁洪天象！同样被罚的司马勋忍不住质问，为何他公然睡觉却不受罚？洪天象毫不客气地表示，他是神州天命之子，一天引动2次天地异象，当然有资格享受特殊呵护。司马勋只能灰溜溜地回去面壁思过。等我睡醒时尴尬不已，生怕被责罚，连忙说道：其实我睡得并不安稳。没想到洪天象当即宣布传道结束，让我回去好好休息，还叮嘱我修行别太刻苦。回来后，我发现师父李长生早已等在门口。
门口，他从袖中掏出一本皱巴巴的秘术册子送给我，说是他珍藏了几十年的连绵不绝的神功。随后他又提醒我，不久会有其他宗门上门拜山比斗，我作为宗内第一天骄，大概率要出战。虽然我天资出众，但毕竟刚修炼一天，得赶紧去学门神通防身，免得输得太难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飞往紫霄峰的神通阁，准备给自己选门神通。可到了神通阁门口，我见林清雪出示腰牌后方被允许入内，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腰牌。守阁老人却一眼就认出了我，热情地放我进去，并允许我参观所有楼层。我直接上了藏着天品神通的第6层，这里有着7尊形态各异的石雕。就在我准备仔细查看一番时，有人叫住，此人自称黄涛，说是拜在宗门洛神峰，算是我的师兄。他热情地给我介绍眼前的石雕，说是天品神通就藏在石雕中，必须与之共鸣才能开始修炼，还特意提醒我，贸然修炼不适合的神通会损伤根基。我盯着中间那尊龙虎石雕，可这石雕却毫无波动。黄涛告诉我，这是天品上品龙虎神像，威力极强，但风险也极大。上一个修炼失败的弟子，不仅境界暴跌，连灵根品质也从天品跌落成地品。听到这里，我果断避开这尊危险，从天品跌落成地品。听到这里，我果断避开这尊危险的东西。转头我发现，秦昊天和林清雪2人也在第6层。秦昊天盘坐在日月乾坤石雕前良久，应该是尝试共鸣失败起身。林清雪则在雀鸟石雕前闭目感应，似有收获。我则选了秦昊天刚才试过的日月乾坤石雕，盘膝坐下，准备尝试与之共鸣。与此同时，在最高峰上，宗主李玄机和洛神峰峰主张无忌一起正在谈论拜山仪式。得知我在神通阁后，宗主突然想起龙虎神相功的事情，2人慌忙赶来，生怕我冒险修炼这门危险神通。到了神通阁外，黄涛出来告知他们我选的是日月乾坤道，2人这才松了口气。张无忌调侃说，除了龙虎神相功，其他神通不可能引发异象，让李玄机放心。可话音刚落，神通阁内就传出一声嗡鸣，一股不同寻常的波动就此扩散开来。原本我刚盘膝坐在日月乾坤石雕前，就感受到石雕内的波动与自己心跳同理。按理说心念一动便能获取神通，可我却总觉得不够完美，因此反复感应探寻，却迟迟没摸到深层玄妙。秦昊天在旁边紧紧盯着我，一边嘀咕，神品灵根应该很轻松就能感应成功吧，可内心其实更希望我也共鸣失败。就在我决定退而求其次时，我与石雕突然就建立共鸣失败。就在我决定退而求其次时，我与石雕突然就建立起了强烈联系。石雕内庞大的神通内容如银龙瀑布般灌入我的脑海，随着石雕剧烈颤抖，发出越来越响的轰鸣。秦昊天和林清雪当即被震惊到目瞪口呆。神通阁外，宗主李玄机3人察觉到了这个波动，脸色大变的同时，立刻下令疏散弟子，提醒众人神通异象破坏力极强，赶紧躲避。随着阁内弟子飞速撤离，秦昊天和林清雪也先后从内飞出，唯有我盘坐石雕前。石雕震动越来越剧烈，最终轰然炸裂，山河日月般的异象以我为中心开始扩散，7层神通阁瞬间化为灰烬。李玄机4人合力凝出镜中，虚影笼罩神通阁，可异象撞击之下，镜中虚影瞬间炸裂，最高峰上祖中接连3响，这就是极品神通现世的征兆。35位峰主和108位护法分赶来，看着青云宗被日月颠倒，山河道观幻象后，所有人都震撼不已。我悬浮在虚空，神通法则如江河般涌入脑海，但渐渐超出我的承受极限。异象中的赤阳崩俗，皓月坠江，乾坤愈发显得混乱。峰主们纷纷叹息，觉得我境界太低，终究要与极品神通擦肩而过。可就在此时，我师父李长生从护法小队中踏空而立，他双神通擦肩而过。可就在此时，我师父李长生从护法小队中踏空而立，他双手紧握，大喊道：“林墨痕，你一定可以！为师相信你，一定能手握日月，扶正乾坤！”李长生话音刚落，我陡然站起，一股莫名力量涌遍全身。我咬着牙，将所有神通法则尽数吸收。至此，倾倒的山岳扶正，倒灌的江水回流，颠倒的乾坤复位，缩小的日月飞向我的手心，脚下的山岳拔起拖住我的身形。我睁开双眼，金芒闪烁，高声喝道：“手握日月摘星辰，世间无我这般人！”声音如黄钟大吕，传遍整个青云宗。随着异象渐渐收缩，融入我的体内，我脚下凝出乾坤图，载着我飞到众人面前。宗主李玄机大喜，问我想要什么赏赐。我想试试刚得到的神通威力。师兄黄涛主动请缨，还特意将境界压低到了灵魄境。我踩在乾坤如意上，双臂虚抱乾坤图，随着灵气漩涡疯狂涌入体内，乾坤图从10丈涨到100余丈，恐怖威势也随之吸血四方。黄涛察觉到不对劲，想要撤去压制并后退，可我已经箭在弦上，祭出100余丈的乾坤图轰然砸向他，大喊道：“师兄别跑！”黄涛师兄一边后撤，一边解除实力压制，瞬间恢复他元神境巅峰气息。黄涛师兄一边后撤，一边解除实力压制，瞬间恢复他元神境巅峰气息。他本以为这样就能扛住这次攻击，可下一刻，乾坤图也轰然砸在他身上。关键时刻，宗主出手，这才打散了乾坤图的威力，抵消了灵力波动。烟尘散去后，我看到黄涛毫发无伤，也略感失望。所谓极品神通的威力，也就如此一般。听到我这句话的其他弟子直接哇哇大哭了起来。我一个刚修炼3天的新人，竟然就能逼退元神境巅峰强者，这让他们感觉自己就是个废物。宗主李玄机对我的表现好一番称赞，随后才让众人各自回峰修炼。回到麒麟殿后，我刚躺下休息，就听到殿外有人在叫我。我开门一看，并不认识来人，询问后才得知他是30年前被选入青云宗的陆远师兄，此时已是御林境小城的内门弟子。这次前来是想让我帮忙从丹经阁带一本3级丹经。
晶。他已经卡在3级炼药师许久，却由于没足够贡献值进入丹阁高层，无法获得对应的3级丹晶。见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，路远师兄笑着对我夸赞了起来。以莫恨你天资纵横，修炼速度绝对一日千里，说不定不经意间就直接突破了。他话音刚落，我顿时觉得哪里还是不对劲，特别是自己的丹田忽然就开始燥热，不过下一刻又平静了下去。我让路远师兄在这等等自己，便立即飞往了丹金阁所在的灵药峰。守阁老人一见是我，二话没说直接放下，完全无需验看腰牌和扣除贡献值。我先在1楼看了炼丹基础篇，起初看不懂，可听到周围弟子嘀咕，我随便看看就能领略。我再看丹经，竟豁然开朗。我飞速看完基础篇，便上了2楼。2楼的丹经我依旧快速参透，便径直登上3楼，却正好看到林清雪坐在角落翻看3级丹经。她眉头紧锁，似有不少困惑。我拿起一本3级炼丹，从入门到大师也是很快便参透其中奥妙，随手还找到了陆远要的3级炼丹术。回头见林清雪还在对着一页丹经反复翻看，这都过了1刻钟，仍毫无头绪的样子，我便好心主动上前询问，林清雪却冷着脸问我：你为何叫我师妹？未必就是我的对手，我是你师姐还差不多。我笑着表示，文道有先后，达者为师吗？我自己对炼丹术也略懂1、2，或许可以解答他学习过程中的疑问，也说不定。林清雪一脸不信地将手中丹经递给我，随便翻看后，我直接开始为他讲解阴阳调和、刚柔并济的道理，不仅让林清雪恍然大悟，就连旁听的宗门弟子都有人当场顿悟狂喜。林清雪虽然也震撼于我的博学，却绝不愿就此服输当我师妹。她直接推开我，从窗户飞身离去。我取了几本丹经后返回麒麟殿，将3级丹经交给陆远，对方欣喜若狂，连忙道谢离去。而我在丹经阁知道林清雪的事，不知为何竟很快在宗门内传成了八卦，有说我俩打情骂俏的，有说我俩情投意合的，反正越传越离谱，害得我在家里连打3个喷嚏，还以为是有人在夸我长得帅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宗门最新的八卦中心。当然了，既然有人觉得我和林清雪郎才女貌，无比般配，也就有人为林清雪被猪拱而伤心。此刻少阴峰上的林清雪炼丹时险些炸炉，不禁想起我在丹经阁讲的阴阳调和之法。他按我所说调整后，竟然真的成功炼出丹药。杂役弟子在给他送餐时提到了外面的流言，直接被他冷着脸打断。可不曾想这一幕被峰主画眉看在眼里，误以为外面所传那些流言都是真的，连夜就赶往最高峰找宗主商量。其实此时的青云殿主其余35位峰主都已齐聚，正是在讨论我和林清雪的事情。等画眉赶来后，证实那些传言居然是真的。就在大家兴奋起来时，却听说林清雪修炼的是清冷路子，要是那啥便会毁了根基，于是决定让宗主前去叮嘱我，务必要注意。此时的我正在麒麟殿翻看丹经，却不曾想林清雪突然来访。她送了我一朵50年一开的白地玉圣莲，说是作为我指点她丹经的谢礼。我打算随手接过，却没想一变突生，这莲花眨眼便化作流光钻入了我体内，瞬间我便感觉自己灵气的流转快了将近1成。林清雪内心震撼于我的修炼速度，完全没敢动弹。万万没想到，宗主和峰主们却在此时推门而入，看到我俩双手相触，误以为我们果然关系不一般，赶紧匆匆离去。林清雪自然也不愿多留，临走时强调不经过排名大会就不算我师妹，随后也飘然离去。可她从我这离开的身影被其他弟子看到，外面的流言愈发离谱了起来，甚至有人说我们会奉子成婚。夜深后，宗主单独来找我，专门问起我和林清雪的关系。我哭笑不得的解释，自己只是指导过对方丹经，并无其他关系。宗主这才明白，原来是误会。另一边，林清雪也在向少阴峰峰主极力澄清，甚至由于担心自己名节受损，他决定用决斗的方式洗清谣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正在峰顶修炼，林清雪突然飞身而来，拔剑指向我，并且刻意大声说话，吸引周围弟子围观。宗门弟子果然开始议论纷纷，有人觉得我们因爱生恨，甚至有人大骂我是渣男。那些女弟子更是群情激愤，想来揍我。提前丹经阁的几位弟子想为我澄清，却完全没人相信。我准备闭着眼让林清雪肆一剑解气，当然我是绝不会让人知道我贴身穿了百战龙鳞甲。幸好宗主李玄机及时赶来，当众澄清了我和林清雪之间的种种误会。他不仅驱散了围观的弟子，还下令让散播谣言的弟子自觉去刑罚殿领罚。林清雪冷静下来后也惭愧离去。随后宗主带我去青云大殿，告知我明日各大宗门将会前来拜山。原本是准备让秦昊天和林清雪出面，但不巧的是万剑宗有剑道天骄横空出世，这就必须让我这位天骄出面撑场。不过为了避免我神品灵根的身份暴露，宗主给了我一方遮天镜，据说此镜能遮蔽造化境以下的神识探查。而另一边最高峰的山脚下，我的师兄陆远正在努力炼丹，他仅仅学习了我帮他带出来的3级丹经前5页，就感觉自己定能炼出3品丹药。好一阵忙碌后，丹炉终于开始震动冒烟，等到烟尘散去，一粒木灵丹总算如愿被他炼成。陆远顿时欣喜若狂，莫恨师弟，大恩不言谢，祝你修炼1日千里，境界突飞猛进。对此一无所知，对此一无所知的我，正急着在麒麟殿内到处找茅房，由于跑遍大殿都没找到，只好飞身下山，准备去山下陆远师兄那借用一下。不想却突然感觉丹田一阵悸动，紫气东来经竟然自动加速运转，滔滔不绝的灵气如江河奔涌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竟是要在此刻突破境界。我无奈只好盘膝坐下，双手结印，随着气息节节攀升，紫气也逐渐弥漫开来。天际之上，一朵硕大白云迅速被染成金黄，其中
中竟蕴含着无上的雷霆之力。感知到灵气波动的宗主迅速飞身而至，当探查到是我在突破时，当即满脸震撼。一个小小通灵境的突破，竟然能引来雷劫，不说是宗门内，就算是在修行界也从未听过。随后36位峰主和无数弟子纷纷赶来，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在雷云下盘坐的我。其实我内心慌得一屁，倒也并不是怕雷劫的威势，而是自己实在内急，就快拉在裤兜里。眼见那天雷迟迟都不落下，我忍不住暴喝一声：“雷来！”瞬间金光雷霆应声而下，劈在了我身上，当即唤醒了我贴身所穿的百战龙鳞甲。下一刻，金龙虚影出现，龙吟响彻剑，稳稳挡住了雷劫的威力。我趁机狂吸灵气，使得气息一连拔高3次，境界在一瞬间直达通灵境。随后我抬手推一连拔高3次，境界在一瞬间直达通灵境。随后我抬手推动乾坤图，将雷劫砸得粉碎。而我眉心也悄然浮现出了一抹天劫印记。突破刚结束的我，再也忍不住内急，踏上乾坤图，直直朝山脚下飞去。山脚下的陆远以为我是因突破不及预期而情绪低落，满脸安慰地迎上来，却见我直接掠过他，冲进了屋内，大喊：“金子茅房一用！”宗主李玄机暗下决心，定要给我在麒麟殿旁建一座专属茅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青云宗演武场就开始人声鼎沸。随着宗门大阵开启，白象山、天域宗等交好宗门的天骄陆续飞入，随后百花宗和万剑宗的天骄也凌空而至，阵仗浩然。百花宗的花无缺脚踏青莲，手持折扇；万剑宗的麒麟剑气环绕，神情倨傲。这两人对李玄机宗主和各位峰主毫无敬意，引得众人不禁心生不满。就在此时，最高峰闪耀金光，我脚踏乾坤图，手握千机御风扇，真龙威压席卷演武场，引得全场惊叹。拜山仪式开始后，司马勋与赵飞燕打成平手，林清雪以清冷剑气5招击败了苏哲，秦昊天平霸道龙拳获胜，最后只剩我和花无缺以及麒麟未出手。这两人神识锁定，我却被遮天境挡住。最先跳出来挑衅的麒麟被我一剑，两人神识锁定，我却被遮天境挡住。最先跳出来挑衅的麒麟被我一剑击败。花无缺看到麒麟惨败后掌心冒汗，可却依旧不愿退缩，当即施展百花宗天品神通3000连叶相，头顶明显朵朵绿色的莲花。由于之前我灵力消耗过大，于是便举脚直接点破它。你这神通虽猛，脚下却虚浮，若我占你双足，你便无反抗之力。说完，我直接转身，故意留下高深莫测的背影。花无缺此刻惊骇不已，那3000连叶香确实唯独护不住脚下，他深知自己绝对挡不住我的剑气，只能垂头丧气散去神通，不战而败。毫无疑问，我彻底坐稳了第一天骄的名头。拜山仪式结束后，宗门大摆筵席，宗主提议让我赋诗一首，众人纷纷侧目，连林清雪都投来好奇目光。无奈我只能起身吟诵：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没成想诗句刚落，便文气冲天。文曲阁的阁主公孙瀚飞身赶来查探，天际降下磅礴文道才气，伴随着诗句的大道迷音，透过屋顶笼罩在我身上。没想到我随口吟诵的诗词，竟引来文道认可。就算数百年来仅公孙阁主一人以文正道的青云宗，都从未有过这般景象。道韵传遍青云宗，引得文曲阁的诸子百家雕像齐齐共鸣，其中涌出大量文道才韵传遍青云宗，引得文曲阁的诸子百家雕像齐齐共鸣，其中涌出大量文道才气汇聚成光束，在我面前化作光团，露出一套文房四宝。我握笔在纸上写出了刚刚吟诵的诗句，文道四宝当即化作印记融入我掌心之中。盛宴结束后，我前往太真峰文曲阁拜见公孙瀚。闲聊间，公孙瀚感叹文道孤独，太真峰太过荒凉。我摇头反驳，表示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，真正的同道不在数量，而在真心求道。这一番话顿时让公孙瀚茅塞顿开，开怀大笑。我背后悄然涌现出文道祥光，文道四宝虚影熠熠生辉。公孙瀚受我点拨，瞬间悟道，其背后也文气氤氲，一本典籍虚影托住他升空，诸子百家雕像再次剧烈震动，冲天光束撕裂云层，漫天金光洒落，文道才气再一次倾泻而下。不过这次的主角换成了公孙瀚，全宗上下共同见证了公孙瀚突破文道真人境界。公孙瀚落地后向我拱手致谢，坦言是我的提点让他突破多年桎梏，随后恳请我参加3个月后的文道贤才盛宴。毕竟青云宗已将近300年未曾参与，若再无人前往，圣人将不再来宗门传道。我不忍拒绝，只好点头应下。回到麒麟殿时，宗主李玄机早已等候在此，他亲手为我送上数10样天才地宝作为奖赏，并在心中默默盘算着要将一件重要之事托付于我。天骄拜山之后，青云宗的日子变得平淡起来。我每天早上起早修炼，中午进食，下午要么继续修炼，要么就在偌大的青云宗里转转，去各个修炼场所看看，放松心情。7天时间转眼便过。这一日，宗主李玄机面色沉重地召我前往青云大殿。我到了之后才得知，原来青云宗的太上长老张天师，也就是宗主和灵耀峰峰主药尘的师尊，已经到了回光返照的时候。若是再炼制不出9转玄圣丹，他便要作画了。药尘是灵耀峰峰主，炼丹术堪称宗门第一，可他已经尝试了好几次炼制9转玄圣丹，每一次都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。李玄机也向神州大帝发出了重宝悬赏9转玄圣丹的消息，可极品丹药何等珍稀，一时间根本无人能炼。一时间宗门内议论纷飞，可谣言传着传着就变了味，不知从哪个弟子嘴里传出的消息，竟然变成了陆远师兄快要死了。我在麒麟殿听杂役弟子说这事的时候，直接拍案而起。什么？陆远师兄快死了？可怜的陆远师兄，明明是个和善的大好人，真是好人命短了。我不禁悲从心中来。就在这时，李玄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林墨痕，你到我这来一趟。我怀着悲怆的心情来到青云大殿，李玄机
正因张天师的事心烦，面色沉重。我心中叹息，师父，且李玄机抬眼看向我，讶异我怎知张天师的事，想来可能是哪位风主与之闲聊时不小心吐露的。为师已在努力，希望有好消息传来，你也不必担忧。你师爷他生性洒脱，比我们都看得开。李玄机像是在自我安慰。那便好，过会儿徒儿就去看看陆远师等等。师爷，我不禁挑眉。陆远，李玄机愣眼，一番对话后我才搞明白，原来是搞了个天大的乌龙。陆远师兄好端端的，真正危在旦夕的是我那素未谋面的师爷张天师。李玄机叹了口气，随后又交代了另一件重要的事。他说1个月后，有万载前虚空境强者所留的遗迹即将开启，各大宗门都要派遣弟子前往。原本陆远是进入遗迹的最佳人选，但他以濒临突破造化境，不便前去。其他往届天骄闭关的闭关，外出的外出，只能由我和林清雪、秦昊天等人走一遭。我应下后便告辞离去。出了清明大殿，我心里挂念着师爷的病情。虽然我和张天师素未谋面，可他毕竟是师傅的师傅，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袖手旁观。可九转玄圣丹是极品丹药，连药尘封主都练不出来。我一个入宗才半个月的新手能干什么？我在麒麟殿里踱来踱去，越想越觉得不甘心。师爷我虽然没见过，可他是师傅的师傅，是宗主的恩师。如果他就这么作化了，师傅得多伤心，宗主得多难过。而且说句自私的话，张天师若是炼化了九转玄圣丹恢复实力，青云宗就多了一位准虚空境强者，这对整个宗门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。想归想，我还是决定先去丹经阁看看，哪怕帮不上忙，至少了解一下九转玄圣丹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万一能找到什么线索呢？我直接飞往丹经阁，此前在这里已经打下了基础。守阁老人见识我，照旧不看腰牌，直接放行。我这次目标明确，直奔第4层。第4层与前3层截然不同，全是玄妙的丹方和炼丹捷径，还有许多前人批注。这些批注对研读者大有裨益，毕竟炼丹说到了这个地步，靠的就是对丹道的理解。我要找的是能提升实力的丹方，很快便记下了聚气丹、地元丹、飞灵丹等灵品丹方，每一样丹方都能帮助御灵境以下修士提升境界，而且不会造成根基虚浮。翻到丹经最后一页时，一个丹方吸引了我的注意，玄圣丹。简介上写着玄圣丹之上还有丹，简介上写着玄圣丹之上还有3个品阶，1转、3转、9转，对应地品、天品、极品。普通玄圣丹有去除死气、充盈生气的作用，但仅限御灵境以下。若想为渡劫大能逆天续命，还需9转玄圣丹。我将玄圣丹的丹方也记了下来，心想说不定以后用得到。然而我不知道的是，我在第4层翻阅玄圣丹丹方的举动已经被其他弟子看在眼里，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速传遍整个宗门。林墨痕在丹经阁看了玄圣丹的丹方，再结合宗门重宝悬赏9转玄圣丹的消息，以及此前陆远师兄快死了的谣言，弟子们的脑补能力简直堪比写画本。林墨痕要为陆远师兄练9转玄圣丹，谣言迅速扩散，而且越传越离谱。9转玄圣丹，他竟敢挑战那种东西！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又成了话题中心。离开丹经阁后，我去丹神殿找药尘师叔。药尘正在炼丹室苦苦琢磨9转玄圣丹的炼制方法，听到我的声音后出来相见。我也不显脸皮厚，直说自己对炼药术感兴趣，想讨一尊炼丹炉。药尘眼睛一亮，当场送了我一尊名为龙凤鼎的地品炼丹炉，3条真龙在炉顶上盘旋，3条凤凰展翅高飞。仔细聆听，还有龙吟凤鸣传来。我喜滋滋收了炼丹炉，便告辞离去。药尘的大弟子药红收了炼丹炉，便告辞离去。药尘的大弟子药红随后赶来，把宗内流言告诉了师尊。药尘闻言无比震惊，林墨痕竟然真的要炼9转玄圣丹，他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，有不信，有期待，还有一丝感动。接着我又去了百草堂找堂主李广才取药材，我递给李广才一张写着聚气丹药材的纸条，可这位花白短发的堂主压根没看，在他心里这还用看？林墨痕明摆着就是要炼9转玄圣丹，这丹药所需药材他熟得很，这几天给药尘封主送了好几次，都记在心里。至于为什么只要1份药材，应该是怕药多了水平不够炼不出来，浪费材料。于是李广才二话不说上了第6层，取出一个乾坤袋，将9转玄圣丹的药材一股脑都装了进去，下楼交给了我。我拿着乾坤袋掂量了一下，展颜一笑，便告辞离去，完全没发现药材已经被偷天换日。回到麒麟殿，我寻了一间适合炼丹的房间，将龙凤鼎摆好，屈指一弹，灵气化作火焰飞入炉底，趁着炉子还没热透，我清点药材。这一看就觉得不对劲了，秦玄叶怎么是800年份的？这花怎么还会发光？3叶地心花怎么多长了一片叶子，还多了2样没见过的药材？片刻后，我一拍大腿，肯定是自己把2个丹方记混了，这些才是炼聚气丹的材料。李堂主给拿了年份好的，于是我便按自己理解炼聚气丹的材料。李堂主给拿了年份好的，于是我便按自己理解的步骤开始炼制。殿外，李玄机和药尘已经赶来，临时扫入殿内，紧张地监控着我的一举一动。半山腰上，陆远和李长生也来了，周围还聚了一大群吃瓜弟子。陆远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传成了濒死之人，还兴致勃勃地来看热闹。李长生则是一脸骄傲又一脸紧张，自家徒儿阅那么多集炼极品丹药，说不着急不紧张那是假的。殿内第1株药材入炉，药力凶猛的远超想象。800年份的秦玄叶化作汁液后，释放出的药力如同洪水猛兽，龙凤鼎剧烈抖动，差点掀翻炉盖。我暗
骂一声，赶紧调动全部灵气来调整火焰。好在关键时刻念头通达，我找到了疏导药力的法门，将多余药力从三龙出气孔疏导而出，炼丹炉总算稳住了。接下来一株株药材投入，过程险象环生，每一次我都以为要炸炉了，每一次又都在最后关头化险为夷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我，让我总能在绝境中找到出路。李玄机和药尘在外面临时观察，见我竟然真的在顺利炼制，眼中渐渐浮现不可置信的期待。药尘更是激动得浑身发抖，他太清楚九转玄生丹的炼制难度，每一步都可能前功尽弃。可林墨痕这个入宗不到半月的新手，竟然一步步走了过来。当第八缕林墨痕这个入宗不到半月的新手，竟然一步步走了过来。当第八缕猩红色生机之气从丹炉中飞出时，冲天红光照亮了半边天际。药尘几乎是嘶吼着喊出了声八转，八转已成，还差最后一步。李玄机心都悬到了嗓子眼。第九转是最凶险的一步，将前八缕生机之气融合成丹，稍有差错便会前功尽弃，反噬之力还会重伤炼药师。药尘这么多次失败，全都败在了这最后一关。我灵气枯竭之际，李玄机和药尘同时出手，两道温暖光束从天而降，将我笼罩。本来匮乏的灵气瞬间充溢，有了两位强者的灵气支持，我一鼓作气，将所有灵药之液和生气之气融合在一起，成丹。赤红丹药冲破天地，一道猩红流光直上九霄，红光大盛，闪耀整个天际，生机之气弥漫整个青云宗。所有弟子深吸一口气，都觉得浑身舒坦，仿佛寿命都增长了几分。药尘瞪大眼睛，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狂喜。只见他脱口而出：九转玄生丹成了。张天师的苍老身影凭空出现在天际，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枯老的双手，如同捧着至宝一样将丹药捧在手心。丹药浑圆，上纹9条猩红细纹，蕴含着无尽的生机。九转玄生丹，看来天不绝老朽。张天师的笑声响彻青云宗，回荡。九转玄生丹，看来天不绝老朽。张天师的笑声响彻青云宗，回荡在每一座山峰之间。我透过房顶上的大窟窿看着这一切，一脸懵。九转玄生丹，搞错了吧？我炼的是聚气丹呢。可转念一想，怪不得多了两味药材，原来李堂主给我拿的就是九转玄生丹的材料。乖乖的，他们可真看得起我，极品丹药的药材都敢给我拿。幸好我天资聪颖，没把这份药材浪费了。想想还有点后怕，极品丹药啊，要是一个没弄好，药材的反噬之力都能让我喝一壶，搞不好人丹两枚。不过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我也不好解释这是个乌龙，便双手抱拳。师爷虽与徒儿未曾谋面，但他对师傅的教化之恩毋庸置疑。师傅对我恩重如山，那么对您的师傅，徒儿自当敬爱有加。一番话说的李玄机和诸位峰主差点感动落泪。张天师看着我，沧桑老眼中尽是欣喜。好徒孙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我想了想，我想提升境界，不知师爷有何方法？张天师赞许地点头，枯老手掌虚空一捏，凭空出现一枚金灿灿的丹药，偏元造化金丹，天品丹药，药力雄浑温顺，足够维持到我突破御灵境。此外，他还轻咬舌尖，吐出一口精血，点在我眉心。此精血可为我挡下渡劫一难大能的奋力一击，但只能用一次。我欣然收下，诚心抱拳感谢。张天师随后便回去炼化九转玄生丹。李玄机狂笑不止。青云宗不仅多了一位极品炼药师，张天师炼化丹药后，更将成为伪虚空境强者，宗门实力水涨船高。半山腰上的弟子们这才知道，原来九转玄生丹是为了太上长老，不是为了陆远师兄。陆远正在洛神封闭关连打了好几个喷嚏，还以为自己要走火入魔了。那日之后，我吞服了天元造化金丹，感觉体内药力雄浑温顺，如同一条温和的江河，在经脉中缓缓流淌，境界在药力滋养下稳步攀升。又过了数日，陆远出关来找我，笑着问我对自创丹方有没有兴趣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突然从宗门大阵外传来，整个青云宗剧烈颤抖，桌上的酒壶翻倒，灵酿洒了一地，远处几座小山峰上的碎石纷纷滚落，溅起漫天灰尘。我和陆远同时抬头，就见宗门天穹之上，一道漆黑如墨的裂缝正在撕开。那裂缝起初只有寸许长，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，像是有什么恐怖的存在正从裂缝另一端用蛮力撕开空间。裂缝中涌出浓稠的近乎实质的魔气，如万千黑蛇般向四面八方蔓延。魔气所过之处，花草枯萎，灵气被吞噬殆尽，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腐朽与死亡的气息。祖宗不鸣自响，声音却不是此前那种祥瑞之音，而是急促刺耳的警钟，一声、两声、三声，连响了整整9声。自青云宗现宗以来，祖钟9响只在万年前太师族抵御魔族入侵时出现过一次。陆远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我心头一沉。万年前太师族抵御魔族的故事，我在宗门典籍中读到过。那一战惊天动地，太师族以一己之力击退魔族大军，最终5碎虚空而去。可太师族已经不在了，如今谁来抵御魔族？是魔族来袭。宗门各处山峰上传来惊恐的呼喊，宗主和护法们纷纷飞身而出，弟子们也慌张地涌向各自峰头结阵，恐惧如同瘟疫一般在宗门中蔓延。许多修为低微的弟子已经面色惨白，有些甚至浑身瘫软跌坐在地。我踏上乾坤图，飞向最高峰，远远就看到宗主李玄机已经凌空而立，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，金色法阵在他周身隐隐浮现，浩瀚灵气如山岳般向外扩散。36位峰主也在他身后一字排开，灵气波动此起彼伏，洪天象手持8方雷锤，药尘背负紫金葫芦，叶青掌中绿，叶长剑嗡鸣震动，赵乾双拳缠绕青色罡风，所有人都严阵以待，气氛凝重到了极点，裂缝越撕越大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从另一个世界挤压过来。终于，一个身影从裂缝中缓缓踏出，那是一个身披黑色战甲的中年男子，他的面容竟然颇为俊朗，五官深邃如刀削斧凿，可那双瞳孔却是竖直的血红
红色，额头正中有一枚漆黑的魔纹。血渊魔尊！李玄机低喝出声，我看到他的双拳都在微微颤抖。血渊魔尊这个名字我在宗门典籍中见过，魔族3大尊者之一，修为渡劫大能巅峰，距离5岁虚空仅有1步之遥。5000年前被正道联盟封印于血渊深处，怎么会在此时破风而出？青云宗的小辈们，血渊魔尊的声音如同万千亡魂齐声低语，令所有修为不足造化境的弟子当场面色惨白，有些甚至直接昏厥过去。他环顾四周，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弧度。5000年了，本座终于又见到了阳光。他每说一个字，周围的魔气就浓稠一分，天空都开始变得昏暗。而你们青云宗正好是本座破风后第一个要踏平的地方。李玄机一步踏出，浩瀚灵气如山岳般压向血渊魔尊。血渊，你的封印怎会解开？血渊魔尊嗤笑一声，封印年久失修，本座花了5000年慢慢蚕食，今日终得花了5000年慢慢蚕食，今日终得自由。你们青云宗当年参与封印的老家伙们呢？怎么不出来见我？哦，对了，他们恐怕早就化作了一捧黄土吧。话音未落，血渊魔尊骤然出手，一团漆黑的魔气凝成巨掌，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攻向青云宗。巨掌之下，空间都在扭曲，光线被吞噬殆尽。李玄机怒喝一声，双手结印，金色法阵凝于掌前迎了上去。天崩地裂般的碰撞响彻云霄，冲击波以碰撞点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散。最高峰上的古树被连根拔起，数座偏殿在余波中碎裂。李玄机整个人被震得倒飞100丈，嘴角溢出鲜血，但总算是挡住了这一击。36位封主齐齐飞身而上，洪天象一声怒吼，八方雷锤绽放万道雷光。药尘紫金葫芦吐出毒雾翻涌，叶青绿叶长剑化作漫天箭雨，赵钱双拳轰出的罡风撕裂长空，安美6道流光交织成一张华丽的光网，朝血渊魔尊照去。血渊魔尊却只是冷哼一声，连眼皮都没抬。他漫不经心地抬起右手，魔气汇聚成一柄100丈长的漆黑巨刃，横空劈下，光网瞬间被撕成碎片，如同纸糊的一般脆弱。36位封主被魔气余波震飞，洪天象口喷鲜血，八方雷锤脱手飞出。洪天象口喷鲜血，八方雷锤脱手飞出。药尘右臂骨裂，紫金葫芦摔落在地，叶青和赵钱双双跌落云端，身上的护体灵光暗淡到几乎看不见。其余封主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一个个要么负伤，要么灵力枯竭，狼狈不堪。仅仅2招，青云宗引以为傲的36封之力便被血渊魔尊轻描淡写的击溃。渡劫大能巅峰果然不是我们能抗衡的。李玄机强撑着站了起来，脸色灰败如死灰。他虽然也是渡劫大能，可和血渊魔尊之间的差距依然如同天堑。对方是渡劫巅峰，距离5岁虚空只有半步之遥的存在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苍老的身影从远处的无名山峰中飞出。张天师，他刚炼化9转玄圣丹不过数日，气息虽比之前强盛了不少，但距离完全恢复还差得远。然而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宗门危在旦夕。张天师出手便是雷霆万钧，掌中凝出一道金色雷球，带着毁灭般的威势轰向血渊魔尊。血渊魔尊终于正眼看了他一眼，你不是快死了吗？居然还有力气出手，有意思。金色雷球与魔气巨掌对撞，张天师勉强不落下风。血渊魔尊加大力道，张天师的金色雷球出现裂痕，他的脚步开始后退，嘴角溢出鲜血。血渊魔尊全力催动魔气，化作一头嘶吼，脚溢出鲜血。血渊魔尊全力催动魔气，化作一头嘶吼的魔龙扑向张天师。张天师倾尽全力抵挡，可他毕竟刚刚续命成功，魔龙撞碎了他的防御，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单膝跪地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金色雷球崩散，张天师被反震得脸色如纸。师尊李玄机和药尘同时惊呼，他们想冲上去，可浑身的伤势让他们举步维艰。药尘连抬手的力气都快没有，李玄机虽然还能站立，但体内的灵气已经所剩无几。血渊魔尊缓步走向张天师，每一步都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他的眼神中尽是戏谑和残忍。本以为青云宗还有些底牌，没想到不过如此。当年封印本座的那些老家伙，手段可比你们强多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座就从你开始，将青云宗上上下下一个不留，就当是5000年的利息了。黑色魔气在他掌心凝聚，形成一颗漆黑的毁灭之球，球体表面有无数扭曲的面孔在哭嚎，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。这一击若是落下，别说张天师，恐怕连最高峰都要被夷为平地。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息，无数弟子瘫坐在地，眼中满是恐惧和无助。有人已经开始抽泣，有人在绝望中紧紧握住身边同门的手。秦昊天浑身颤抖，曾经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荡然无存。林清雪握剑的手在发抖，曾经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荡然无存。林清雪握剑的手在发抖，清冷的面容上第一次出现了恐惧。司马勋和欧阳少也更是面无人色，两位皇子此刻和普通弟子并无两样。我站在乾坤图上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脏狂跳不止。说实话，我怕得要死。血渊魔尊的修为是渡劫大能巅峰，而我不过区区通灵境，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一个天堑就能形容的，那简直是蝼蚁与真龙的距离。就连宗主、太上长老、36位封主联手都挡不住的存在。我一个入宗不到1个月的新手能干什么？可如果我不站出来，师爷就要死了，宗主就要死了，所有封主都要死，整个青云宗都要完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感受着胸腔中那颗疯狂跳动的心脏，然后我踩着乾坤图飞了出去。林墨痕，你给我回来！李玄机嘶声大喊，声音都变了调。师弟，不要！路远在下方急得跳脚。林墨痕，连林清雪都喊出了声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中带着慌乱。我假装没听到，径直飞到了血渊魔尊与张天师之间。面对着那双血红色的树瞳，我努力让自己的膝盖不要发软。血渊魔尊收回准备释放的毁灭之球。一个通灵境的小蝼蚁，
你是来送死的？在下青云宗弟子林墨恨，请阁下高抬贵。你是来送死的？在下青云宗弟子林墨恨，请阁下高抬贵手。蝼蚁开口求饶，倒也有趣。5000年了，总算遇到一个有胆量的蝼蚁。不过，本座向来不听废话，去死吧！他随手一挥，一道魔气光刃朝我劈来，光刃的速度快到我几乎来不及反应，但身体本能地催动了乾坤图。山河日月异象浮现，承接住了这一击。乾坤图与魔气光刃正面碰撞，我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传来，五脏六腑都在翻搅，仿佛被人抓住了五脏六腑在拧。乾坤图上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纹，我整个人被震得倒飞出去。百战龙鳞甲上金龙虚影闪烁不定，替我挡下了大半冲击。即便如此，我落地时也砸出一个数丈深的大坑，嘴里满是血腥味，这才是血渊魔尊随手一击而已。可我硬是从坑里爬了起来，每一块骨头都在叫嚣着疼痛，嘴里的血腥味浓得呛人，但我还是站起来了，因为我身后是张天师，是宗主，是所有封主，是整个青云宗。如果我倒下了，就没有人能挡在他们面前了。我抹掉嘴角的血，再次踏上已经裂痕累累的乾坤图，双腿在抖，手在抖，整个人都在抖，但我还是站了起来。远处的弟子们看到这一幕，眼眶都红了。一个通灵境的少年，个人都在抖，但我还是站了起来。远处的弟子们看到这一幕，眼眶都红了。一个通灵境的少年，面对渡劫大能巅峰的魔尊，被一击震飞，却还能站起来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？还没死，倒有几分骨气。看在你有趣的份上，本座再给你一招。若还不死，本座便先杀了你。这次他多用了1分力，一道更为凝实的魔气巨柱朝我轰来，直径足有10余丈，所过之处空间都在龟裂。我咬牙将所有灵气灌入乾坤图和百战龙鳞甲，同时催动梅西内地张天师的保命金血。金血激活的瞬间，一道金色光幕在我身前绽放，硬生生接住了这一击。爆炸声震耳欲聋，金色光幕在坚持了3个呼吸后碎裂，余波将我再次轰飞。我在空中翻滚了数十圈，最终重重摔在地上，口中大口大口喷着鲜血，胸口好几根肋骨都断了，发出细碎的咔嚓声。百战龙鳞甲上的金龙虚影已经暗淡到几乎看不见，乾坤图更是直接碎成了数块。我躺在地上，浑身骨骼吱嘎作响，几乎动弹不得。精血用完了，法宝碎了，灵气也几乎耗尽。我觉得自己大概是真的要死了，视线开始模糊，耳边的声音也变得遥远而不真切。我仰面朝天，看着那被魔气笼罩的灰暗天空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悲哀。穿越18年，好不容易觉醒灵根入了宗门，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天骄的待遇，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可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声音，先是师父李长生的声音，他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老泪纵横。那个一向爱吹牛、爱装腔作势的老头子，此刻却声如洪钟，喊得撕心裂肺。我的徒儿是天命之子，区区魔头算什么？林墨痕，你一定能战胜他。为师相信你，你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为师失望过？然后是陆远师兄的声音，师弟天资纵横，无所不能，区区一个魔尊又算得了什么？师弟你一定行的。接着是洪天象，却拍着地面用雷鸣般的嗓音怒吼：林墨痕是老夫见过最强的天骄，他身上一定还有奇迹，一定有。药尘捂着断裂的右臂，声音却无比坚定，他连9转玄生丹都练得出来，还有什么是做不到？叶青从地上撑起身子，声音嘶哑：林墨痕不会输，天命之子怎么可能输？赵钱、司马然、画眉，一个又一个负伤的封主都开了口，但无一例外都在说同一件事：林墨痕一定能创造奇迹。然后宗门弟子们也沸腾了起来，先是零星几个声音，然后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响，最终汇聚成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。上千名弟子齐声呐喊，声浪一波高过一波，声浪一波高过一波，几乎要将天穹震碎。不会吧？不会真有人觉得有什么是神品灵跟天骄办不到的吧？他都渡过天劫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做的？他一个通灵境就能逼退人神境巅峰，说不定还能越无数劫打败渡劫大能呢！林墨痕是天命之子，天命不可违，奇迹一定会发生在他身上。就连张天师都撑起了身体，沧桑的声音虽然微弱，天命之子果然非同凡响。老朽相信你。最后，宗主李玄机拖着满是伤痕的身躯站了起来，这位统领青云宗的渡劫大能，但他的眼神却从未如此坚定。他以宗主之尊朝着躺在地上的我大声喊道：林墨痕，你是我青云宗万年一遇的天命之子，是注定要踏碎虚空的人，一个区区魔尊根本不配做你的对手，为师相信你一招便能灭了他。这最后一句话如同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体内某扇从未开启过的大门。那个熟悉的感觉来了，我丹田猛然暴动，比觉醒灵根时剧烈10倍，比觉醒神品灵根时剧烈100倍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从丹田深处喷涌而出，不是涓涓细流，而是绝地的洪水，是火山的喷发。这股力量瞬间灌满了我的四肢百骸，冲刷过每一条经脉，流过每一寸骨骼，枯竭的灵气重新充盈，碎裂的经脉自行修复，连断裂的肋骨都在咔咔作响中结合。我从地上浮空而起，金色光芒从我体内绽放，紫气东来经自行运转至极致，运转速度快到经脉都在嗡鸣，周身的灵气漩涡疯狂旋转，方圆
圆数十里的天地灵气都在朝我汇聚，紫气3000里再次倾泻而下，与金色光芒交织在一起。闻到四宝血影也从掌心飞出，在我周身环绕，笔如长枪，指如盾牌，墨如云海，焰如磐石。日月乾坤异象自行重现，一轮烈日悬于我左肩之上，光芒炽热；一轮皓月挂于我右肩之侧，清辉皎洁。天劫印记在眉心绽放紫金色光芒，与身上所有力量产生了奇妙的共鸣。祖宗在最高峰上疯狂冥想，声音不再是此前的警钟，而是激昂如战鼓，如同万军齐奏的号角。青云宗第75代掌门的雕像再次震动，太师祖的神念隐隐浮现，但这一次他只是静静注视着，没有出手，因为他发现已经不需要了。血渊魔尊的笑容终于凝固了，他那张俊朗邪异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困惑，血红树瞳中第一次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神色，他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波动，因为恣意的神色，他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波动，因为他感受到了面前这个少年身上绽放的力量，竟然隐隐超越了渡劫大能的范畴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力量充沛到仿佛握着整片天地，我能感受到每一个人的信念，师父的骄傲，路远的信任，宗主们的期待，弟子们的狂热，所有人的信念汇聚在一起，化作了实质性的力量灌入我的体内。我抬起头望向血渊魔尊，此刻我心中没有恐惧，没有慌张，有的只是一种无比清晰的确信，我能赢，不是能赢，是必赢，因为所有人都相信我能赢。我双臂缓缓展开，左手托日，右手擎月，日月乾坤异象在我掌控下急速旋转，金子真龙虚影咆哮着冲上云霄，又俯冲而下，缠绕在我的双臂上。温道财气，紫气东来，神品灵根之力，天劫印记，所有力量在这一刻彻底融合。我的身体就像一个容器，承载着全宗上千人的信念和期望，将这些信念转化为了毁天灭地的力量。我看着血渊魔尊，开口说了一句话：手握日月摘星辰，世间无我这般人。声音不大，却清清楚楚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，仿佛大道迷音，在天地间回荡。下一刻，我双掌合拢，日月归一，一道金紫色的光柱从我掌心轰然射出，日月归一，一道金紫色的光柱从我掌心轰然射出，光柱粗如百丈，长如万里，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势，朝血渊魔尊碾压而去。所过之处，空间碎裂如镜面，虚空中出现无数黑色裂痕。血渊魔尊面色大变，第一次露出了恐惧的表情。他怒吼一声，全力催动5000年积蓄的魔气，凝出数十层防御。可金紫光柱所到之处，魔气如冰雪遇烈火般瞬间蒸发。第1层碎，第5层碎，第10层碎，第20层碎，第30层碎。血渊魔尊疯狂后退，每一步都踏碎虚空。不可能，这不是通灵境能拥有的力量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血渊魔尊惊恐的咆哮，被金紫光柱吞没，最后几层防御如同泡沫般崩碎，光柱贯穿了他所有的防御，轰在了他的胸口。这一声爆响几乎震碎了半个天穹，金紫色的蘑菇云冲天而起，高达万丈，余波席卷千里。青云宗赴日阵在余波下摇摇欲坠，数座偏远的山峰甚至被余波削去了山头，空间裂缝在爆炸中心蔓延开来，又在金紫色的力量中缓缓弥合。当光芒渐渐散去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血渊魔尊的身影已经消失了，不是逃走，而是彻底消散。那漆黑的魔气，那血红色的树瞳，那狂妄不可一世的笑容，那漆黑的魔气，那血红色的树瞳，那狂妄不可一世的笑容，全部在金色光柱中灰飞烟灭，连一丝残渣都没有留下。天穹中的裂缝也随着他的消亡而缓缓弥合，浓稠的魔气如退潮般消散殆尽，阳光重新洒落，照亮了满目疮痍的青云宗。一招，仅仅一招，渡劫大能巅峰的血渊魔尊被我一个通灵境的弟子一招击杀，整个青云宗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仿佛灵魂被抽离了身体。1秒、2秒、3秒，然后寂静被打破，不知是谁第一个喊了出来，随后便是山呼海啸般的欢呼，上千名弟子同时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呐喊，有人喜极而泣，有人跪地叩拜，有人疯了一样蹦跳，有人抱着身边的同门嚎啕大哭。林墨痕，天命之子，一招灭杀渡劫大能。他仰天大笑又仰天大哭，笑了哭，哭了笑。那是我的徒儿，我的林墨痕，我从山脚下捡回来的林墨痕。那副模样疯癫的像个孩子，陆远师兄直接瘫坐在地上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拳头，半天才蹦出一句：师弟，你还是人吗？宗主李玄基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走到我面前，这位统领青云宗的渡劫大能此刻眼眶着遍体鳞伤的身躯走到我面前，这位统领青云宗的渡劫大能此刻眼眶通红，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郑重其事地朝我一抱拳，这是平辈之礼。林墨痕，你救了整个青云宗。36位峰主也纷纷飞过来，不管伤势多重，全都朝我行礼致谢。洪天象那张向来严肃的脸上此刻满是激动和自豪，早就说了，林墨痕身上一定还有奇迹，老夫的话什么时候不准了？药尘单手抱拳，声音颤抖，不可思议，当真是不可思议。通灵境一招灭杀渡劫大能巅峰，就算是万年前的太师祖恐怕也做不到吧。张天师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半空中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沧桑的老眼中满是骇然和欣慰。好，他连说了3个好字，每一个字都在颤抖。天命之子果然非同凡响，老朽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逆天之人。青云宗有你，
可保万年基业。我落回地面时，身上的金子光芒已经渐渐散去。说实话，我也有点懵。刚才那股力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好像透支了某种东西。现在的我又变回了那个通灵境的小修士，浑身酸痛，灵气空空如也，连飞行都做不到。但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已经完全不同了，那不是看天骄的眼神，那是看神的眼神。我缩了缩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已经完全不同了，那不是看天骄的眼神，那是看神的眼神。我缩了缩脖子，熟悉的发慌感又来了。当天傍晚，宗主李玄机在青云大殿召开了紧急宗门大会，36位峰主悉数到场。虽然一个个都包着绷带，吊着胳膊，拄着拐杖，但没有一个人缺席。张天师也破例出席，坐在最上手的太师椅上。会议只有一个议题，关于黎墨痕的封赏。李玄机坐在主位上，环顾众人，殿内气氛庄严肃穆，与外面弟子们的狂欢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今日之事，诸位都亲眼所见。李玄机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：林墨恨已通灵境之身，力挫渡劫，大能巅峰，救下了我青云宗满门上下。如此大功，寻常赏赐已经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激和敬重。洪天象第一个站出来，八方雷锤杵在地上当拐杖，声音却依旧如雷。我提议封林墨痕为封主，他虽然境界尚浅，但实力和贡献有目共睹，完全配得上封主之位。此言一出，满殿附和之声。药尘吊着右臂点头。我附议，事实上，就算让他当副宗主，我都没意见。叶青扶着腰，附议；赵钱缠着绷带，附议；画眉附议；公孙瀚附议。闻道天骄兼极品炼药师，又有今日之功，封主之位实至名归。36位封主竟无一人反对，这在青云宗数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。往常封一个封主都要吵上3天3夜，这次居然是全票通过。张天师也缓缓开口，苍老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。既然众议如此，老朽也觉得妥当。不过既然要封封主，总得有一座山峰。他抬起枯瘦的手指向窗外，最高峰西侧有一座无名山峰，风水极佳，灵气充沛，且紧邻最高峰，便于宗主照看，正好适合林墨痕。李玄机当即拍板，好，即日起，最高峰西侧无名山峰更名为墨峰，林墨痕为墨峰峰主，位列37峰之首。37峰之首，几位峰主面面相觑。以往36位峰主不分先后，都在宗主之下平起平坐，如今多了一个之首，等于林墨痕虽是峰主，地位却凌驾于其余36峰之上，仅次于宗主。大殿内安静了一瞬，随后依然无人反对。一朝灭杀渡劫大能巅峰的人坐这个位置，谁敢不服？第二天，青云宗举行了隆重的封封大典，全宗上下数千弟子齐聚演武场，亲眼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。虽然很多建筑还在修缮中，我身穿全新的金紫色长袍，这是张天师亲手缝制的，据说布料是万年前太师祖留下的天蚕丝，刀枪不入。手持宗主亲赐的墨锋令牌，踩着重新凝聚的乾坤图飞上高空。李玄机亲自为我加冠束发，张天师亲手将墨锋的山名石碑打入封顶。今日起，青云宗第37峰墨锋正式开山，封主黎墨痕。李玄机的声音传遍整个宗门，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响起，经久不息。弟子们疯狂地呐喊着我的名字，有人甚至激动地哭了出来。我站在墨峰之巅，俯瞰着云雾缭绕的青云宗，脚下是属于自己的山峰，身后是数千弟子的敬仰，头顶是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。山峰拂过，金紫色长袍猎猎作响，远处的群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最高峰上的祖钟在阳光下闪烁着紫金色的光芒。18年前，我不过是被师傅从山脚下捡回来的一个废灵根弃婴，那时的我连灵根都没有，5个师兄弟都瞧不起我，骂我是累赘。谁能想到18年后的今天，当年那个连铁钟都敲不碎的废物，已经成了青云宗37峰之首的峰主。我的日子反倒忙碌了起来，墨锋初建，万事俱废，需要招收弟子，修建殿宇，布置阵法，划分修炼区域。好在宗主大手一挥，拨了大量资源过来，天才地宝30样资源过来，天才地宝30余种，以及一套完整的护峰大阵阵图。吕长生也从护法那边搬了过来，住在墨峰半山腰上，美其名曰老父亲要就近看着儿子，实际上他就是想蹭墨峰的灵气修炼。墨峰紧邻最高峰，灵气浓度比他之前住的地方高了好几倍。不过我也乐得如此，有师傅在身边帮忙打理一些杂事，我轻松了不少。连其他峰主都主动派遣弟子前来帮忙，毕竟我救了全宗的命，这点人情谁都乐意还。没几日功夫，墨峰便初具规模，连后山的灵药园都种上了第一批灵药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消息传开后，竟然有不少弟子主动请求转入墨峰，原因无他，跟着林墨痕会，怎么都不会吃亏。我筛选了一番，最终收了20名弟子，其中就包括主动请缨的苏巧儿，这个当初在小峰接待我的粉雕玉琢小姑娘，如今已经是凡品灵根中修炼最刻苦的弟子了。另外还有几个灵品灵根的往届弟子，以及一些在魔头入侵时表现勇敢的新弟子。那日我在墨峰主殿修炼，路远师兄来访，他带了一壶好酒，据说是某位峰主私藏了300年的千年灵酿，被他死皮赖脸讨来的。两人在峰顶对酌，山风吹来，卷起阵阵花香，倒也惬意。路远放下酒杯，一脸感慨：“师弟，你入宗才1个月。”一脸感慨：“师弟，你入宗才1个月就已经是峰主了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还觉得像在做梦。说句不夸张的话，照你这个速度修炼下去，用不了几年就能突破造化境。10年内渡劫也不是不可能，到那时候，怕是整个神州都要以你马首是瞻。”他这话说的真心实意，毕竟我这一路走来创造的奇迹实在太多了。
可我却注意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，丹田又开始燥热了。那个熟悉的温热感从丹田深处泛起，灵气流转加快，紫气东来经的运转速度骤然提升。我心中一动，赶紧盘膝坐下。陆远见状吓了一跳：“师弟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叫药尘师叔来？”我没空回答他，因为体内的灵气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攀升。通灵境的桎梏如同一层薄纸，被暴涌的灵气轻而易举地捅破。灵魄境直接跨过御灵境，一瞬即达。天际之上，紫气再次弥漫开来。不过这次的规模比之前小了许多，只有方圆100里。毕竟陆远师兄只是随口一说，远不如那次全宗奇呼时的力度，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当气息稳定下来时，我已经踏入了御灵境。陆远师兄目瞪口呆，手中的酒杯滑落，在地上摔了个粉碎。我就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你就突破了，连跳2个大境界。”我尴尬的笑了笑，可能是天元造跳2个大境界。我尴尬的笑了笑，可能是天元造化金丹的药力到了。陆远一脸见了鬼的表情，嘴巴张了又合，合了又张，随后他猛地一拍大腿：“师弟，你的天资果然深不可测，我敢打赌，以你的悟性和根基，这御灵境怕是待不了多久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又要突破。”丹田又热了，我赶紧打断他：“师兄，你喝酒就喝酒，别说这些有的没的。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”可陆远哪里知道，他每一句吹捧都在给我充能。喝了酒之后更是话多，在那边自顾自的感叹：“不愧是天命之子啊，什么规则到了你这里都是摆设，别人修炼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境界，你一杯酒的功夫就跳过去了。师弟，你以后怕是要成为整个神州最年轻的渡劫大能了。不对，以你的速度，说不定直接就5岁虚空了。”我强忍着丹田的灼热感，赶紧把陆远师兄连推带搡的送下了山。这家伙再说下去，我怕自己当场再突破一次。关上店门后，我长出一口气，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御灵境的灵气在经脉中流淌，比通灵境时浑厚了何止10倍。一个穿越者靠着别人的吹捧就能变强。我坐在墨风主殿的封主之位上，开始认真梳理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。师傅说我能觉醒灵根，我就觉醒了灵根。师傅说我觉醒神品灵根也不奇怪，我就觉醒了神品灵根。师傅说我觉醒神品灵根也不奇怪，我就觉醒了神品灵根。苏巧儿说我可能是极品灵根，我的灵根就开始蜕变。陆远说我修炼1日千里，我就突破了境界，还引来了雷劫。全宗弟子一起夸我丹道无双，我就误打误撞练出了9转玄圣丹。宗门上下齐声说我能打败血元魔尊，我就真的一招秒了他。陆远说我很快又要突破，我就立刻从通灵境跳到了御灵境。这个规律已经无比清晰了，简单来说就是8个字：人捧我强，众捧我神。而且我还发现了几个重要的细节。第一，吹捧的效果和对方的真诚程度有关，越是发自内心的赞叹，效果越强，敷衍的夸奖几乎没用。第二，和对方的实力有关，宗主的一句话比普通弟子的10句话效果都强。第三，和在场人数有关，越多人同时吹捧，力量叠加越恐怖。就像那日对阵血元魔尊时，全宗上千人齐声呐喊，那一瞬间涌入体内的力量恐怕堪比虚空境强者。第四，吹捧的内容越具体，效果越精准。说你很厉害，只能增加一点灵气，但说你一招就能灭了他，就真的能一招灭敌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如果有一天整个神州的修炼者都在同一时间为我呐喊，那我岂不是真的可以5岁虚空？我摇了摇头，把这个疯狂的念头暂时按下。那我岂不是真的可以5岁虚空？我摇了摇头，把这个疯狂的念头暂时按下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好好经营墨风，以及准备即将到来的遗迹探险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一边修炼一边管理墨风。说是管理，其实大部分杂事都交给了苏巧。这丫头别看灵根品质不高，办事能力倒是一流。当然，我最重要的修炼方式依然是让弟子们夸我。苏巧儿似乎天生就有这个天赋，她每天都在墨风里到处说封主真厉害，封主好帅，封主肯定是天下最强的。虽然她只是一个凡品灵根的弟子，吹捧的效果有限，但架不住她一天说上百遍，积少成多，我的灵气竟然又浑厚了不少。其他弟子也有样学样，墨风上下20名弟子天天把我夸上天，每一句话都让我的丹田微微发热，灵气和修为在不知不觉间持续攀升。比较离谱的是最后一句，有人夸我长得帅，我就真的变帅了，帅到走在宗门里回头帅100%，连洪天下那种铁面老头子都要多看我2眼，搞得我很是无语。10天后，我的御灵境修为已经稳固到了中期，若不是刻意压制，怕是已经突破到御灵境大成了。我之所以压制，是因为发现境界提升太快会导致根基不稳。虽然吹捧带来的力量是实打实的，但如果不花时间巩固，终究会留下隐患。这10天里我也没有闲着，除了打实的，但如果不花时间巩固，终究会留下隐患。这10天里我也没有闲着，除了修炼之外，我还去找药尘师叔请教了几次炼丹术。虽然上次那枚9转玄圣丹是误打误撞炼出来的，但那次经历让我对丹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药尘对我的态度极好，几乎是倾囊相授。在他的指导下，加上弟子们天天吹捧封主的丹道造诣，恐怕已经天下无敌了。我的炼丹术突飞猛进，已经能够稳定炼制灵品丹药了。另外，我还去拜访了公孙瀚，请教了一些文道修行的法门。公孙瀚告诉我，3个月后的文道贤才盛宴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缘，让我务必做好准备。他还送了我一本文道秘典，说是太真封历代阁主的心血之作，里面记载了许多以文入道的法门。我翻了几页就觉得受益匪浅，文道4宝在掌心隐隐震动，似乎在催促我快些参悟。秦昊天则是态度大变，以前这位大秦太子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几分不服和嫉妒，如今却变成了复杂的敬畏。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他，他竟然主动让路并微微抱拳，这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。我猜想他大概是被我一招灭杀血渊魔尊的场面彻底镇住了，毕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再大的皇朝气运也不过如此。司马勋和欧阳少爷2位皇子更是对我毕恭毕敬，他们甚至私下找到苏乔询问能
能不能转入墨风，当然被我婉拒了。理由很简单，墨风不收太子和皇子，这些人背景太复杂，容易惹麻烦。至于林清雪，自从那日我一招灭杀血渊魔尊之后，他看我的眼神就变了，不再是之前那种不服气和竞争，而是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有时候我在路上碰到他，他会微微点头致意，然后迅速移开目光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以他的性格，能主动跟人点头，已经算是天大的面子了。出发遗迹探险的日子终于到了。那天清晨，整个青云宗都来送行，弟子们挤满了演武场，连山腰上都站满了人。我站在队伍最前方，身后是林清雪、秦昊天、司马勋、欧阳少爷以及3位出关的往界天骄，2位封主洪天象和赵乾负责护送。李玄奇站在最高峰上目送我们。李莫恨，为师等着你凯旋归来，以你之才，遗迹中的传承非你莫属。而我的丹田又热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踏上乾坤图，率先飞了出去，身后遗迹中的宝物都是林墨恨的，封主一定能拿到虚空镜传承。每一声呐喊都化作丹田中的一丝温热，灵气在不知不觉间又浑厚了几分。林清雪飞在我身后不远处，冷冷的声音忽然传来：“别给青云宗丢脸。”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在晨光中，他清冷的面容上似乎泛着一层极淡的红晕。我笑了笑，转回头去。这大概是林清雪能说出的最接近保重的话。金紫色的光芒在我身后突出一道长长的尾迹，划破天际，朝着远方飞去。云海翻涌，山河壮阔。身旁的洪天象大手一挥，为我们开辟出一条灵气通道。队伍中，秦昊天和林清雪一左一右飞在我身后，3位往界天骄更靠后一些。飞行途中，我不禁想起了师父李长生送别时红着眼眶说的那句话：“我的林墨痕一定能平安回来，还能拿到最大的机缘。”丹田又是一阵温热，这老头子连送别都不忘给我充能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加快了速度。前方云海深处，一片神秘的区域正在等待着我们。万载前虚空境强者的遗迹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？不管是什么，只要有人在场，只要有人开口，我林墨痕就永远不会输。遗迹之中，无论有什么等着我，只要有人在场，只要有人开口，我林墨痕就永远不会输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永远不缺愿意吹捧我的人，而只要有人吹捧，我就会一直变强，直到无敌天命之子的传说才刚刚开始。